舍，让时光融化一切动荡和曲折。旅途上曾携手一路寻找，起伏飘摇，何处才停歇？在你我梦里的家园，手中我的幸福多少都值得守护，远去的梦和迎面的世界，不管多漆黑都要穿越。我们在黑夜里跌撞，曙光中远航，用泪用欢歌笑语将希望点燃，愿与你在乘风破浪，追着明天的理想，也努力让眼前每一个小小的瞬间都灿烂。大哥，你看，有人被抬出来了！我不要去医院，我要等我二姐出来。是芳芳啊，是芳芳啊，走。芳芳，三哥，芳芳，没事吧？吓死三哥了。大哥，二姐还在里面。菲菲，菲菲怎么样？她有没有受伤啊？二姐没事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送这位小姐去医院接受检查。我不要去医院，我答应二姐要等她出来。芳芳，乖乖，你先去医院，我们在这里等二姐啊。去吧，送她去，送她去，快去，快去，去，快去。匡哥，匡哥，二哥，快！隧道塌陷，我眼睁睁看着入口被封，却救不了他。那菲菲怎么办？我们一定会想办法，再进入废墟救人。大表哥，你先去处理伤口，我会去看看指挥官有什么安排。芳芳姐，你没事吧？二姐为了救我，先让我出来，现在还困在废墟里，怎么办啊？你二姐吉人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放心吧，菲菲姐那么坚强，一定可以渡过难关的。痛不痛啊？还有哪里不舒服？啊？为什么我做错那么多事，你们还对我这么好？无论你做了什么，你都是我的孩子。我一直以为你变心，一心想争取我应得的，现在我才知道，是我太自私，不懂得珍惜。妈，请你原谅我。傻孩子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。
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你平平安安，健健康康。这是2年前菲菲进手术室前写的。他说，如果手术失败，就把信交给你。现在菲菲生死未卜，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，菲菲想要对你说什么。宏观，当你看到这封信，就表示我已经不能回到你的身边。我一直觉得你是我的守护天使。不爸，有我！你总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。这一次，虽然我选择独自面对，但凭着的还是你给我的爱。因为这份爱，我愿意用生命赌一次。我希望能重新站起来，回到你的身边，永远跟你在一起。万一上天把我带走，你要为我勇敢、坚强地活着。我相信下辈子我们一定会再相遇，一定能再在一起。菲菲说，是我给她的力量，她才勇敢的去接受手术。现在，我也能感受到她给我的力量。为了她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。菲菲一定不会放弃。就算真的救不出菲菲，我也要尽我所能，救出每一个还活着的生命。我们在其中一个隧道探测到非常微弱的生命迹象，受困者已经被扣了40多小时，时间紧逼，我们分成3组，
同时进入3个隧道，展开抢救的工作。Yes sir。You smell that？ 是汽油的味道。这里靠近地下停车场，车子漏出的汽油已经渗透，我们要小心使用工具，一个小火苗就足以引发爆炸。那我们更要争取时间了。我们就是在这里探测到生命的迹象。有人吗？我们是来救你的。如果听到我说话，请发出声音，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。这里很靠近菲菲之间的位置，会不会是他？菲菲，是你吗？我是洪宽啊！菲菲，菲菲，菲菲，你是不是在里面啊？菲菲，菲菲，菲菲，菲菲。如果无法确定受害者的位置，我们就先出去，这里太危险了。记忆凝住了所有美好和不舍。你们听到吗？是敲打声音，里面有人，里面有生还者。在你我梦里的家园，手中我的幸福多少都值得守护，远去的梦和迎面的世界，不管多漆黑，都要穿越。我们在菲菲，是我洪宽啊！菲菲，光中远航，菲菲，你没事吧？又换个小雨，将希望点燃，愿与你在乘风破浪，追逐明天的理想，也努力让眼前每一个小小的瞬间都灿烂。菲菲没事啊，菲菲出来了，菲菲没事了，我是洪宽，你被救出来了，菲菲，菲菲你没事啊，我们走。那边又有人被抬出来了，那是不是菲菲？是菲菲，是菲菲，是菲菲！没事了，菲菲，我是大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菲菲，菲菲没事，她还活着，菲菲还活着。不管多漆黑，都要穿越。我们在黑夜里跌撞，曙光中远航，用爱，用欢歌相遇，将希望点燃，愿与你在乘风破浪，追逐明天的理想，也努力让眼前每一个小小的瞬间。菲菲，你听到吗？大家都在为你欢呼。
大表哥，你先陪菲菲姐去医院，这里交给我们。你们放心，虽然菲菲姐有脱水的现象，不过医护人员说她没有生命危险。你们也去医院看她吧。那你呢？我还要回去，继续救人。谢谢你。 It's my job. 坐车。菲菲，菲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医生已经帮你做了身体检查，他说没什么大碍。二姐，芳芳，二姐，还好你没有事，我真的很担心你。如果你有什么事的话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现在不是没事吗？没想到这场不幸的灾难，竟然把我们兄弟姐妹拉在一起。妈知道了，一定很欣慰。你离开了2年，我就等了你2年，你终于回到我身边了。我不会让你再离开我。我选择动手术，是希望有一天能靠自己站起来。这2年我很努力的做复健，就是要让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回你的身边。
菲菲小姐，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，做我的妻子，一辈子，永远和我在一起，永不分开？总经理，审计师这几天会开始查账，我有点担心。我们有单据，又有佳慧的签名，不用那么紧张。我看准利率会下降，这几天欧洲股市会上扬，到时我就一次过把钱填回去。子聪，徐小姐，啊，继续。不是说要到子华的烧腊店吃饭吗？走吧。但是我想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。不如这样，我们先去子华的烧腊店，再去你说你要带我去的地方，说好不好？你说的哦，只带一下子。二姐，你们怎么那么迟啊？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先去坐。哎，佳慧、三哥，你们好。最近怎么样？好。烧腊来喽！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试试一下啊。怎么样？子华，你的手艺越来越好了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吃，不够再跟我讲啊。芳芳，你有没有想过几时搬回家住？应该搬回去住的是二姐。大二单身挺新的政府主，我打算搬过去跟她住，把房子留给三哥和佳慧过2人世界。芳芳，你跟子华一起住，你有口福了。不是说坐一下就走吗？再多坐一会儿吧，吃叉烧。子聪，子聪怎么了？公司有事需要他去处理。子聪，我是 Albert， 欧洲股市暴跌，我们的期货指数输惨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早上股市不是还在涨吗？我也以为稳赚，谁知道突然传来不好的消息，引起恐慌性抛售。你之前赢的全赔进去了，还得填上100万，才够弥补亏损。根据单据，你在1个月前批准了购买医疗器材的项目，数目是300万。我觉得可疑，派人调查这家公司，结果发现是一家空壳公司，幕后老板是子聪。不可能！我问过 Peter， 他承认是子聪叫他这么做的。
为什么？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新房子，喜欢吗？为什么要挪用公款？Peter 说你投资期货失败，亏了很多钱。我不是跟你说过期货风险很大吗？你为什么还要碰？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呀！想买大房子，赚大钱，就因为我想给你一个最好的生活。我从来不在乎这些。那是因为你是姚仁义的女儿，你什么都有，你当然不在乎。不过我在乎，我不想一辈子被人指指点点，说我是靠姚家才有今天的成就。万子聪是个有本事的人，我想证明给你爸妈看，靠我自己也能给老婆最好的生活。所以你冒险投资失败，你就伪造我的签名，做假账，归公公款。你这么做，就是给我幸福。走，跟我爸解释清楚。不行的，佳慧，不可以，他一定会抓我去坐牢的。佳慧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能坐牢的。帮我向你爸求钱，那笔钱我一定会还的。我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，你也不想看到我坐牢。做错事就必须承担责任。你是不是希望我去坐牢，然后就可以跟万子华在一起？他一回来，你的心就跑去他那里了。还偷偷瞒着我去跟他见面，我看你明明就想跟他在一起。你要去哪里？是不是要去报警？我不准你报警！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，为什么你不行？为什么要逼我？佳慧，哇，她真的很美哦。二姐，你还记得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艺人是谁？当然知道是她，就是因为她你要当明星。谁要当明星啊？谁要当明星啊？大哥，你记得我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吗？当然记得啊，就是他嘛。我记得你小时候说过，你长大后要当女明星。哇，曾经发明星梦的耶。我们小时候虽然穷，不过我们4个兄弟姐妹每次玩的都非常开心。佳慧啊，子聪没来过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子聪，子聪，子聪，三哥，子聪，三哥，子聪，三哥，不要过来，冷静一点。发生什么事啊？我投资失败，欠了很多钱，还亏公公款，还了。
什么都没有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子聪，你知道吗？佳慧很担心你。他把我做的坏事都告诉你了，对吗？他要报警抓我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不要过来！我现在谁都不想见。子聪，有什么事，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的。三哥，在我眼里你是最聪明的。对啊，我就是太聪明了，从小就比别人聪明。可是因为一个烂赌的爸爸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比不过人家。能进入洪家，我很开心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拼命读书，当上了律师。那结果呢？还不是一样要听人使唤？别人都看不起我，能加入姚氏，他们都说我是靠佳慧才能够得到他爸爸的赏识。在他们眼里，我永远都是姚仁义的女婿，姚佳慧的丈夫。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佳慧，她真的很在乎你，我们也很在乎你的，子聪。对呀，你向她认错，她一定会原谅你的。不会的，她不会原谅我的。他一定会报警抓我，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，因为他心还在大哥那里啊！不是的，子聪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佳慧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要相信我啊！太迟了，一切都太迟了。我这一辈子，我对不起爸妈，我对不起洪家，对不起佳慧。也对不起你们。既然我做了这么多对不起人的事，那我活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啊？子聪，你的命是我的，我不准你死。你还记得这道疤吗？大哥保护你！你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吗？你说你长大以后要跟我一样勇敢。你还说过，你的命是我的，你欠我一条命，我现在就要你还，你不能死啊！听到没有？你欠大哥的一定要还。三哥，你是最疼我的，你不可以丢下我不管。妈临终的时候，要我们4个互相照顾，永远在一起。子聪啊，你不能让妈失望。有什么事我们4个人可以一起面对的？三哥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下来好不好？你愿意自首，
我很欣慰。等你出来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等你。不要等我，我不值得。祝福你和大哥。自从我爱的人是你，我是为了钱才追求你的。明知道你和大哥在一起，却从中破坏，还告诉他我喜欢你，让他知难而退。那年，公司晚宴上，大哥来了，他只是迟到了一下子，我看到了他，却没有告诉你。你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我再也不会见你了。祝你幸福。1987年地铁通车是我国公共交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。接下来的28年，新加坡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、SARS 危机的考验。靠着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，新加坡走过50年的建国之路，从独立时的百废待兴，蜕变成地图上耀眼的小红点。欢啊，真是带着国安去参加反恐演习，真的是老当益壮。把包扎伤口的手法很熟练，又快又好。我在民防志愿队30多年了，参与过大大小小的救援工作。当年联谊大厦倒塌，叶明书就是指挥官，我也在现场。你妈就是我从废墟中救出来的。这些英雄事迹说了这么多次，不会腻的。怎么会腻啊？记得吗？小时候遇到种族暴乱，我就救过你。那时候我才12岁。当年的暴乱，我也身历其境。族群之间缺乏信任，只要有人煽风点火，就会打起来，造成不必要的伤亡。种族和谐是需要各个民族努力维持的。就是有你们建国一代的贡献，我们才有今天的安定。我们老了，未来要靠你们年轻的一代。我是第一批国民服役的男丁，大伙啊，我要去送我的孙子去当兵啦。现在不止好男当兵，我们的女儿也加入了志愿军，为国效劳。
Thank you very much。听说你年轻时也是股票神童，你这么喜欢帮人，不如给我一点 tips， 让我花点小钱。买股票不是买多多，不能说买就买，也要花时间去做功课的。爸，哎，宝贝，哎，好，你们谈，再聊，再聊。你是在教人家玩股票啊？没有，如果让你妈知道的话，又要碎碎念了。来，小熊要推出新糕点啊！哇，这个好好吃啊！Alright， 很好吃啊。你的创意不简单耶。厉害的是阿晴，她把她家乡点心的特色融入在本地的糕点里面。是爸教了我很多，我才能举一反三。我是要忙着打理生意，还好有阿晴到工厂帮忙。阿晴，你的预产期快到了，你准备回去待产吗？她当然要留下来生，不然怎么拿得到惊喜宝宝的礼包呢？哎，大家都在啊！嗨，小建伟，我有些照片给你们看。老婆啊，你要去拍什么照片啊？不是我拍的，是医院筹备建国50照片展。我从各个地方收集了很多珍贵的旧照片，你们看，有国家剧场、牛车水60年代街景、新加坡河。一转眼就过了50年。想当年，我们的阿公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。那时候的新加坡是英国人的殖民地，他们在这里努力打拼，就落地生根，创业、兴家、建国。往后的50年、100年，我们要更努力、更团结，让世世代代的子孙们都能享有美好的家园。都值得守护远去的梦和迎面的世界，不管多漆黑，都要穿越。